这棵苍天的杨树是乔治·华盛顿在1758年种下的，目前在佛龙山庄还有3棵。华盛顿非常喜欢植物和园艺设计，种树的事情都有他本人的日记为证。这棵树华盛顿应该见过，1766年的。哇，比美国历史还早，相信吗？参观故居的人需要按门票指定的时间进入，所以参观庄园规划好线路和时间还是挺重要的。佛龙山庄距华盛顿首都大概40分钟车程，周围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可以参观的地方，所以去山庄最好安排一整天比较合适。这栋宅邸是经过几次扩建完成的，最初是华盛顿的父亲建的一座木屋，时间是考古学家从用的木材的年轮推算出来的。华盛顿1754年搬进来后又经过了2次扩建，现在里面一共有21个房间，整栋宅邸面积1000多平方米，包括2层半楼和一个地窖，是北美建国初期名副其实的豪宅。当时弗吉尼亚普通住宅的面积最多也就100平方米。住宅的外墙看上去像石头，实际上是松木板按石头雕刻的，而且刷上漆，在油漆未干的时候再撒上沙子，这样看上去更逼真。因为石头造价太贵，这样处理显得气派。庄园会接待很多客人，包括国际友人。华盛顿的这番操作是不是因为也好面子？参观队伍按秩序分批进入，最后等待的地方是门前的这一处小广场。主人一直将这里作为室外的房间，天气好，尤其是夏天，华盛顿一家会在这里用餐用茶。面对眼前的风景，很有野餐的趣味。故居一直在轮流保养维修，这次没有安排我们参观一间叫牛笼的房间，那是一间2层高50平方米的屋子，主要用于聚会和跳舞。华盛顿也在那里和政商各界谈论公事。窗外是波托马河对岸的马里兰州，当时马里兰禁止人们在河上打鱼航运，华盛顿于是邀请马里兰的官员到这间屋子会商，打通了波托马河的水运。经过考古分析，人们确定了房屋的颜色，根据分析，地板都还是最初的木材。华盛顿非常喜欢跳舞，据记载，有的女士一晚上会跳坏一双用绸缎做的舞鞋。这里是1楼的前厅，是女主人精心设计的会客场所。你可以看见古典风格的门框和壁炉，精致的天花板装饰，墙上有一家人的肖像，包括玛莎过世的2个孩子的像。里面考究的家具是复制品。没有客人的时候，一家人会聚在这里读书、聊天、玩游戏。当时拥有这样单独公共空间接待客人的住家并不多，一般人的屋子也就一大一小2个房间，小的是卧室，大的作为餐厅、起居室和客厅。旁边是小客厅，这间房子原来是客房。华盛顿总统任期结束后，将这里改造成了小音乐厅。房中的这件乐器叫大键琴，是华盛顿1793年从伦敦订购送给孙女的礼物。这一间是1楼的客房，挨着门厅，不如2楼私密安静，不过很适合行动不便的客人。门厅里有一件非常显眼的文物，它是法国拉法耶特将军赠送给华盛顿的，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众攻占巴士底监狱的钥匙，象征着推翻君主和追求自由，所以华盛顿将它放在非常显眼的地方。哦，the sausage。这里是餐厅，当时有种说法，绿色有益于消化，因此华盛顿将餐厅装饰为绿色，并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：这里非常赏心悦目。绿色的原料是氢化铜，比较贵重。1775年，
华盛顿决定安装装饰性的石膏天花板，并在壁炉上方添加石膏装饰品。他请了一位专业的抹灰工，花了5个月的时间，手工完成了石膏的天花板。当时用餐的礼节很多。华盛顿15岁的时候看过一本书，上面介绍了110种用餐的礼节，华盛顿逐条抄录到了自己的本子上。弗吉尼亚夏天温度很高，窄窄的房间和过道都实现了过堂风。房顶有一个小冲天塔，像这种小冲天塔一般只在公共建筑才采用。华盛顿建造小塔，一是建筑上有对称的中心，另外是实现楼里上下空气流通。塔尖上的风向标是华盛顿建议的一只嘴里叼着橄榄枝的小鸟，这个风向标也是在费城特意定制的。顺着黑胡桃木的楼梯，我们来到2层，这里是客房和华盛顿夫妇的卧室。佛伦山庄接待任务相当繁重，仅1798年留下的资料显示就有677位访客，所以这里客房多就不奇怪了。这里是蓝色房间，是主客房之一。房间的布置是后人仔细研究山庄留下的材料复原的，虽然都是复制品，但追求每处细节的真实。房间里的壁纸来自法国，图案是弧形花朵，点缀着奇异的小鸟和昆虫。梳妆台来自英国，当时人们很重视手的清洁，梳妆台上有瓶水，还有中国产的瓷器小盆。在这期视频里，我专门介绍了华盛顿购买从中国进口瓷器的情况，您有兴趣不妨可以看看。旁边的客房被称为拉法耶特客房，是2层除华盛顿夫妇卧室外面积最大的一间。1784年夏天，拉法耶特到山庄拜访华盛顿夫妇，住在这间房间里。房间里的画像就是拉法耶特，作者是美国建国前后最著名的画家查尔斯·皮尔。我在这期视频里讲了皮尔的故事。皮尔也是其他屋子里很多包括华盛顿肖像的作者。法国侯爵拉法耶特热衷投身各国的自由和解放活动，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，被称为2个世界的英雄。巴黎著名的老佛爷大街是以他的名字命名，在美国有很多城市名、街道名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。这间紧靠楼道的小客房接待一些不重要的客人，但是房间里的盥洗台是当年华盛顿用过的。经考证，这个小盥洗台是1763年伦敦一家家具店制作的。1774年华盛顿买回庄园，而且使用了多年，直到1790年新添了一个大理石的盥洗台。隔壁这间是客房中位置最好、装饰最好的，从窗外可以看到正门。整个房间的布置带有东方艺术风格，床上的幔帐、床单、被罩，当年采用的都是来自印度的手绘染色棉织物，上面颜色丰富，会有精致的花卉，所以这间房间被称为印花棉布房间。墙上的装饰画是根据当年的记载找到的同时代和同样风格的画作，原件已经失落了。游客能进入的这间房间被称为黄色房间，是刚刚修复过的。华盛顿施工的时代，房间的名称通常以颜色命名。虽然这间房间面积比较大，可能是因为人多，还是显得非常局促，尤其感觉家具比较小巧，像这张床比现在的双人床要小1号，床还不如你的 RV 里怎么大。这晚上上厕所怎么办？在住宅里我们没有看见卫生间，当时的卫生间都是在外面，是这个样子。难怪英国有一年做调查，让人们评选历史上最伟大发明，很多人填写的是厕所里的抽水马桶。This bedroom right here was the Washington's bedroom.
This is where George Washington died at the age of 67. 华盛顿夫妇的卧室在宅邸的南侧，面积宽敞，但是装饰并不华丽。夫人玛莎每天要在这里读1小时的圣经，并做祷告。1799年12月14日，华盛顿就是在这张床上过世的。华盛顿最后的时刻都被秘书完整的详细记录下来。之前2天，华盛顿冒着雨雪巡视庄园，回来后大家提醒他换下湿衣服，不过当时正是晚餐的时间，华盛顿认为让别人久等不礼貌，于是一直穿着湿衣服就餐。12月的弗吉利亚晚上非常冷，当时没有暖气，华盛顿也没有让奴隶半夜来为房间生火。夜里引发了咽喉感染，先后有3位医生赶来治疗，主要的方法是放血，还有就是服用蜂蜜、黄油和醋来疏解喉咙，还有一位医生用熏醋的办法缓解呼吸困难。华盛顿知道情况不好，对后事都做了详细安排，包括解放他所有的奴隶，并希望夫人玛莎过世后解放玛莎拥有的奴隶。最后时刻，夫人玛莎、医生和朋友还有几位贴身的奴隶都在华盛顿的床边。华盛顿生前最后的一句话是很好，去世时享年67岁。1800年时，美国男子平均寿命是66岁。华盛顿的墓就在庄园里，稍后带大家去参观。我们从这里下楼，注意有点低，导游提醒，个子高大的华盛顿曾在这里多次碰到头。这里是华盛顿的书房，应该是整个山庄最重要的地方。山庄的记录显示，每天早晨4、5点左右，华盛顿起床，会下楼到这里的小隔间里换好衣服，然后利用安静的时间处理各地来的邮件和文件。大约7点到餐厅用早餐，之后骑上马到农场巡视。晚上没有其他的活动，就在这里看书或者和秘书讨论事务。大约9点钟上楼休息。墙上的肖像是华盛顿的长兄劳伦斯。这把头顶带扇子的椅子是华盛顿从费城买回来的，设计者就是画家皮尔。华盛顿坐在上面，用脚控制脚踏板，效果好像还不错。庄园的厨房设在另一所独立的房子里，主要原因是防火。厨房的面积很大，但是没有灶头，只有一个专机的炉子。这是地窖，有冰箱的功能。庄园的客人很多，通常这里有2个奴隶，内森和露西从早忙到晚。在庄园外有一家佛龙山庄旅店的餐馆，介绍说提供华盛顿当年口味的饭菜，我们特地尝了尝。在华盛顿故居的餐馆，让我们点了，据说是华盛顿他们那会儿的食物吧，待会儿拿出来看一看。这是烤鱼、煎鱼，这是烤鸡，呀，这是华盛顿当年吃的吗？看一下，里头有玉米，有豌豆，有点蔬菜，这就是当年华盛顿总统吃的菜。我们去看。这是他们这儿产的啤酒，华盛顿将军家园产的啤酒，黑啤，泡沫还是很多。下一个参观点是华盛顿夫妇的墓。庄园里华盛顿家族的墓有2处，这是老墓地。华盛顿生前就想建一处新的墓园。1799年华盛顿过世后，棺椁先安置在这里。当时举国隆重悼念了这位开国的国父。国会在首都也设计了纪念堂，准备安葬华盛顿的棺椁。但是不知为什么，华盛顿的棺椁一直没有迁到那里，而是一直放在这个老墓园。后来人们觉得太简陋了，而且参观者喜欢带走石头和砖块做纪念，导致这里越发破旧。最终在1829年，华盛顿的后人
决定在旁边修一个条件再好一点的墓园，并在1831年将华盛顿夫妇和其他家族25位故人迁到这里。这里也是各国政要向这位伟人致敬的地方。这是1942年英国首相丘吉尔献花。这是1943年蒋夫人宋美龄在罗斯福总统陪同下献花。在他墓地旁边是埋葬奴隶的纪念墓地。但是这些都是后人建的，不是当时建的。从华盛顿墓往前走是另一片墓园，这里埋葬了1760年到1860年间70多位佛龙山庄的黑人奴隶。后人注意到这里时并没有墓碑和标志。1982年，一群研究人员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，就开始规划这个墓园。1983年建立了这块碑，如今这里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。哪儿有羊？现在这边，这应该种的玉米。再往河边走是一片展示的农场。上期说过，佛龙山庄四周有5个农场，面积接近8000英亩。当时普通农场主用的土地大概是200到300英亩，所以华盛顿绝对是富豪级别的农场主。这里主要展示农场的布局，有种作物的地方，有饲养动物的地方，有种草的地方，还有谷仓，一直到河边，所以它不缺水，对吧？对啊，它有水，它到河里去引过来就行了。这是它的果园和菜地了，应该有，我看见有桃子树，有苹果树，应该还有樱桃树吧。华盛顿对新建的美国展望是一个农业大国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实验为农业做出一些示范。当时弗吉尼亚主要种烟草，但是烟草非常耗地力和人力，于是华盛顿开始研究种小麦，而且获得了成功，这样节省了不少劳力。他让这些转移出来的人从事木匠和制砖，效果非常不错。这应该是他养牲口的地方。这里是农场的仓库和饲养动物的羊圈、牛圈。华盛顿非常喜欢对称设计，两旁的屋子都是用来储存玉米的。据记载，农场养有很多动物，有牛、猪、羊、鸡、鸭、鹅，还有蜜蜂，有的作为牲口劳作用，有的用于食用。这个独特的石榴变形粮仓是华盛顿的精巧设计，它是为小麦脱粒用的。因为小麦脱粒去皮是件非常费力的事情，而且露天脱粒遇到雨天情况更糟糕。这个粮仓的上层是木条铺的地板，收割的小麦放在上面，让骡子和马在上面来回走动，将麦粒挤压下来，通过缝隙掉到下面的木板上集中收藏。木条间缝隙的宽度是华盛顿经过反复实验确定下来的。这是奴隶小屋，这住奴隶的一个小屋。很简单。这间屋子是农场主奴隶的住宅，里外都非常简单。这是木头，纯木头，然后一些粘土。
然后一个鸡窝。伏龙山庄除了原来的建筑，还建有博物馆和接待中心。进门的接待中心，你可以免费领取一个扫码的讲解机，还有宅邸的模型。另外还有一个小剧场，循环放映山庄的纪录片。我个人的经验，这种循环放映影片的小剧场是个非常好的打盹的地方。坐在后排，没人清场，灯光很暗，正好迷糊10几分钟。我也是在这里大致又把华盛顿的一生了解了一遍。1732年2月22号，华盛顿出生在这里向南70多公里的地方。他是第4代弗吉尼亚的移民。2岁的时候，他父亲带着全家搬到这里。伏龙山庄是华盛顿度过童年的地方，也是他去世的地方。庄园最初是由他父亲奥古斯丁·华盛顿从1734年开始经营，主要种植烟草。1743年，奥古斯丁去世，庄园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万多英亩，还有50位奴隶。不过，按照当时英国的长子继承传统，大部分是由前妻所生的大儿子华盛顿的哥哥劳伦斯继承。目前历史学家还没有找到华盛顿上学的记录，猜想是应该家里识字的雇工教他的。后来华盛顿除了实用的书籍，不是非常喜欢读书。父亲去世以后，为了补贴家用，华盛顿从15岁开始做测量员的助理，17岁的时候开始独立做测量员。当时英国正积极向北美移民，勘测土地不仅是一个类似公务员似的工作，而且业务繁忙，收入也很不错。华盛顿把挣来的钱也都买了土地。除了测量工作，华盛顿也听他哥哥的建议，参加了英国组织的民兵队伍。1753年前后，法国人联合印第安人在如今的 Ohio 一带侵犯英国的边界。为了警告法国人，1753年冬天，华盛顿自愿去送个口信。那会儿没有路，一直下雪，来回走了2个月。法国依然东进，于是爆发了1754年的英法战争。华盛顿被任命为上校，带着队伍去抵抗。因为寡不敌众，被包围，选择投降。法国人还不错，允许他们带着武器弹药回到弗吉尼亚。回来以后，英国再度组织抵抗，华盛顿也积极参加，并和法国打了4年的仗。也是在这个期间，华盛顿了解了很多军事和带兵的知识。1758年，华盛顿回到这里。打完仗不久，华盛顿结识了玛莎·卡斯蒂斯女士。玛莎的前夫过世，当时27岁，比华盛顿大8个月。两人身材悬殊，华盛顿人高马大，身高1.88米，玛莎的身高只有1.52米。1759年，两人结婚时，玛莎带了17000英亩的土地和300多位奴隶的嫁妆。当时华盛顿只有5000英亩土地和49个奴隶。不久以后，继承这里的长兄劳伦斯去世。1761年，华盛顿继承了这里的房产和土地。华盛顿和玛莎开始扩建经营伏龙山庄，将庄园的作物从单一的烟草变得多样化，特别是种植小麦，为庄园带来了丰厚的利润。同时修建了这里的建筑。这段时间应该是华盛顿最惬意的时光，大约持续了15、16年。1774年起，美国开始进入独立战争时期。华盛顿担任了弗吉尼亚的议员，参加大陆会议，然后被选为大陆军的总司令，大部分时间在外打仗。到了冬天，英国人不打仗，双方各自找地方休养生息。大陆军条件极差，连续8个冬天，玛莎都是来到军营，和华盛顿与士兵一起熬过严冬。1783年，独立战争结束后，华盛顿回到这里，继续打点庄园，度过了4年的时光。后来出任了8年的总统，1797年退休回来。可惜2年后在这里去世，墓园也在山庄里。
在庄园博物馆里展示当年的历史和文物。其中最值得看的包括华盛顿的假牙，假牙是用河马牙做的，可惜当时我们有点累了，没有找到假牙，只好用网上的视频脑补一下。另外了解到，当时人们都是用树枝和盐刷牙，而且不经常洗澡，认为洗澡过多不利于健康。和去过的一些总统图书馆、总统故居一样，这里也有一个多媒体的游戏，它是将当年华盛顿遇到的一些关键时刻的信息告诉观众，然后让观众按桌上的按钮表决。这说的是这条路，华盛顿在1781年的时候，一天走60英里，从巴尔的摩到这儿了。结束参观，我们将沿着这条华盛顿走过的路返回 DC， 一天的穿越，看到了美国国父的一生。回来为做这2期视频，借助网站，我又仔细故地重游，无论观众多少，还是挺值得的。我们下期再会。